俗话有一句叫做虎毒不食子，再怎么凶猛的老虎都不会吃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可是现今社会已经变得不像从前那样了，现在的世界充满着现实与黑暗。常听人说新加坡好，吐口痰会被鞭刑示众，小偷会被剁小拇指，仿佛就是世界上最文明安分的地方。然而这里却曾经发生了一宗恐怖的惨案。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2019年9月10日晚上8点半左右，新加坡警方接到通报，并且于正瑞路某座祖屋单位里发现了一具小孩的遗体。这起案件被称为新加坡正瑞路铁锅煮尸案。死者被证实是年仅2岁半的小女童，究竟是谁残忍地迫害这位年幼可爱的小女童呢？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小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迫害她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案发之后，警方经过确认，证实遗体残骸是属于一个2岁半的女童。她的父母分别是一名31岁的男子和一名30岁的女子。根据案发现场的证据，当时女童的遗体是用保鲜膜包裹着，放入铁锅，随后再藏进箱子，放在家中的一处角落。当天有人上门打扫家里，无意中发现箱子内竟然有遗体残骸，吓得那个人立刻逃走。然而家里患有身心障碍的弟弟，因为肚子饿，打开了煤气炉烹煮起那些剩肉，导致腐臭味四处飘散，熏臭了整个单位。邻居闻到后呢，便立即报了警，因而揭发这一起令人冒冷汗的惨案。经过警方的初步调查，他们怀疑女童是在2014年3月份左右遭亲生父母灭口后，并长期身体在家中的冰箱里，因此小女童的父母双双被控谋杀罪名。据悉，认识小女童母亲10年的几名熟人向记者爆料说，警察来到事发单位的当天晚上，他们曾经看过警方带走一个灰白色的箱子，他们认为箱子内装着的就是女童的遗骸。由于夫妇俩是用保鲜膜把女童的身体包起来，再加上铁锅、箱子、保鲜膜的3层掩盖，因此放置了5年都没有发出这个腐臭味。殊不知却被那一位上门打扫的男子意外发现了这个惊天的秘密。这名男子看见残骸后，吓得拔腿就跑，留下当时在屋内的弟弟。根据调查，这名男子是男方家人请去帮忙打扫房子的。后来这位弟弟以为锅里装着的是可以食用的肉，才开火烹煮，岂料这一举动让遗体的恶臭味往屋外散去，最终让邻居感到不对劲，并立刻报警。根据资料显示，女童的母亲，我们简称她为女被告好了，她分别在2007年和2012年先后结过2次婚。认识女被告10多年的熟人都说，作案当时的男子是女被告的第2任丈夫。据了解，女被告与第1任丈夫育有2个孩子，与第2任丈夫育有3个孩子，与第3个男人则育有1个女儿。女被告和第3个男人是没有注册结婚的，而小女童则是女被告与第2任丈夫所生。此外男女被告的婚姻已遭女方家人反对。因此，他俩结婚时还曾登报要求女方父亲列席，而且他的第1段婚姻也不美满。然而，这对心狠手辣的父母是一对瘾君子。较早前，这祖屋单位原本住着一对兄弟，哥哥因为吸毒在狱中服刑，留下当时已经20多岁但却患有身心障碍的弟弟。不过，这位哥哥入狱之前呢，曾交代好友要照看弟弟。这位哥哥就是男被告，他和妻子已经在事发单位内住了至少8年，之后才将弟弟接进去住的。根据邻居提供的信息，夫妇俩婚后的生活很苦，经常揭不开锅，还疏于照顾孩子，有时候连尿布也没有钱买。平日里无人看顾的孩子会在走廊玩闹，瘦小又脏兮兮的孩子们时常只穿一条内裤就跑出来玩。还有一次，其中一个孩子拿起凳子企图攀上这个楼梯处的围墙，差点掉下楼。邻居看到后吓坏了，最后孩子的母亲才从单位里跑出来拉着小孩。不止这样，同住一层的王女士曾向记者透露，
2年前的一个早上，案发单位内突然传出小孩的哭声。他去查看后发现，3名年幼的孩童被反锁在单位内，不停地哭泣，没有人看管。当时最大的男孩大约6岁左右，还有1名2、3岁的女孩和一个婴儿。然而父母都不在家，他们抓着铁门不断地哭喊着。由于单位内的窗户当时是打开的，王女士非常担心孩子们为了找父母而爬窗，所以最后报警处理。也有另一位邻居沙利法透露，女被告曾经和她借钱，甚至敲门讨食物，说小孩饿了。当时的她看到这个母亲和她的小孩都很瘦弱，她觉得很可怜，所以就煮了一些食物送过去。对于这起案件有很多猜测，如果要让身体可以匿藏5年又不发臭，男女被告很可能只能把小女童的身体密封后藏在冰箱里，来禁止这个异味散发。那么藏在冰箱里的残骸为何会重见天日呢？警方推测，很有可能是男被告患有身心障碍的弟弟因为肚子饿，意外翻出藏在冰箱里密封多年的残骸，随后将肉块放进铁锅里煮，进而揭发了这起惨案，并不是正在打扫的男子发现小女童的残骸。另外，在案件被揭发的前几年在这对狠心父母的面子书中，几乎都没有小女童的踪影。而2人的贴文从2016年开始就经常删除贴文和照片，相信那些被删除的贴文与照片都是之前和小女童有关的。据悉，这位母亲很喜欢将自己和丈夫友人的夜生活照以及自己与孩子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从照片中可以看出5、6个孩童的身影。然而，她在2014年3月28日上传的一张合照里，有2名可爱的女童，年龄大约2、3岁左右。那么其中1人会不会就是小女童呢？惊人的是，这对夫妇不止狠心迫害了2岁半的女儿，还曾经涉嫌运毒、吸毒、盗窃、纠众闹事等等犯罪行为，甚至在2018年用女儿的书包运毒，后来被警方识破逮捕。最终，这对夫妻被判罪名成立，他们面对的是死刑。关于这起案件，李显荣总理夫人曾经发言表示，她对这位遇害女童的心痛与不解，因为没有人知道小女童的长相，她就像昙花一现那般来到世上，短短2年半就被剥夺了生命。在这起案件告一段落后，民众们纷纷上门为小女童献上了花。这位父不爱母不疼的小女孩被父母当成草，但在许多人心里，她就是一条宝贵的生命，一个可爱的宝宝。小南希望这个小女孩得以安息，死后当个快乐的小天使。不止这样，也有人看到1名红衣女子登上渡轮，越过沙拉越河，到了对岸后，她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所付的船费全部都会变成树叶或名字。据说，因为这样的怪事频频发生，所以当地的船运公司服务时间都不会超过晚上10点。